先问大家一个问题：给你1万预算，选一台视频和拍照都很强的半画幅相机，你会想到哪一台呢？佳能 EOS R7就是我的答案。虽然这款相机呢，它已经发布了2年的时间了，但是就它的拍照和视频参数，放在2025年的今天，能打的选手都不多。拍视频呢，它有 4K 60帧无裁切、7K 的超采样、C63 10比特422一应俱全。拍照呢，它有3250万像素、30张连拍，超强的防抖。但这台相机它具体用起来怎么样，适不适合新手入门摄影？那这个视频咱们就来好好聊一聊。首先是外观方面 ，EOS R7 秉承的是佳能一贯的设计风格，像我很多相机在小拇指这里它是空的。那佳能 EOS R7 呢是能完全握住的，而且也是双卡槽的设计，毕竟是佳能最经典的一款机身，它的按键布局上呢也很合理。在拍照时，我一只手基本上能按到这上面的所有按钮，那每个按钮之间的距离呢又刚刚好，所以手指也不容易按错。佳能的相机嘛，不得不说的就是这块屏幕。首先，它的这块屏幕的触控屏很灵敏，不容易误触。它的操作界面上所有按钮的 UI 和名称都很符合直觉，所以在我们找功能的时候呢也很快速，这就特别利好新手。同时啊，这块屏幕也是我最喜欢的翻折屏设计。它的好处呢，就是我们拍 vlog 或者创作的时候呢，可以方便我们从不同角度去监看画面。加上这块屏幕，它的像素、亮度、色彩也不错。在我们户外给小姐姐拍照时，因为这块屏幕啊，人家检查照片的第一印象呢就很不错。佳能 EOS R7 虽然是用的一块 APS-C 画幅的传感器，但是这块传感器它有3250万像素，拥有更高的像素呢，意味着我们在前期如果没有拍好，我们在后期去裁切调整构图呢，它是有空间的。而且它拍摄的照片呢，也经得起放大去看细节。那加上这台相机，它是支持每秒30张的连拍的，所以在抓拍小姐姐这种动态的时候，出片率就很高。在视频方面，佳能 EOS R7 上我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 4K 60帧，因为它的 4K 60帧呢是没有裁切的，保留了高画质的同时又有一定的慢放空间，是我认为视频拍摄的黄金格式。不过啊，这台相机它的视频最高画质是这个 4K Fine 格式，这个格式是从 7K 超采下得来的 4K， 对比普通的 4K 画质确实要更好一些。不过嘛，就是这个文件体积啊也要更大一点。那如果你有后期调色的需求，佳能 EOS R7 它的视频呢也是支持10比特422格式的。10比特相比传统的8比特色彩的视频来说呢，我们后期可以调色空间更大，也更不容易出现断层的现象。而且它也配备了佳能的 C63，C63 相比默认的直出色彩有更高的色彩宽容度，方便我们后期调色。对于喜欢直出色彩的用户呢，佳能的直出色彩也很优秀，尤其是对于拍小姐姐来说，你就说这个肤色白不白吧。说到视频啊，就不得不提这台相机的防抖了。佳能 EOS R7 的防抖呢，也是这个价位中的佼佼者。大家看这段我纯手持拍摄小姐姐的视频，稍微变速，画面就很稳啦。那这确实也能一定程度上呢去取代稳定器，而且在拍照时，它的这个超强防抖也能让我们在以一个较低快门速度进行拍摄时呢，有更高的成功率。对于我这种拍照和视频双修的用户来说呢，影响成片率的因素，除了这个防抖，还有的就是这个相机的对焦。佳能 EOS R7 它搭载的是佳能的第2代全像素双核对焦，所以它的对焦性能呢也很猛。在拍小姐姐的时候，它能够准确的识别到小姐姐的眼睛，只要小姐姐一露脸，它都能对焦上。这台相机除了拍人对焦准，它也是支持识别动物、车辆等主体的。在续航方面，佳能 R7 一块电池呢，大概能够拍2个半小时左右。那如果你有长时间拍摄的需求，一天带个2块电池呢，基本也就够了。最后啊，是镜头推荐，首先就是我的这个挂机神头 RFS 18-150。这颗镜头呢，它的焦段上非常的丰富，在我们旅行时呢，既可以给朋友拍照，也可以拍摄远处的各种特色风景啊、建筑。而且这颗镜头它本身也是带防抖的，结合 R7 的机身防抖，就算拍视频时也基本上可以不带稳定器纯手持拍摄。所以如果你只买一颗头，我强烈推荐这一颗。当然，如果你有拍人像以及有夜晚拍摄需求的用户呢，我建议还可以看一看这个 RF35 f1.8 这颗镜头，它装载在 R7 上呢是等效50毫米，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焦距。f1.8 的光圈呢，在拍人像上也有不错的虚化。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个人觉得佳能 R7 是一台拍照和视频呢都非常均衡的相机。拍照它有3250万像素，每秒30张的连拍；视频上呢有 7K 的超采样、4K 60帧，也支持10比特422的调色。整体上啊，这台相机确实没什么短板，这也是它为什么一直被称为半幅王的原因。所以啊，这台相机它适合哪些人呢？首先就是像我这样拍照视频双收的用户，其次就是纯新手用户。一方面是它用起来简单，操作界面很直观，也
有一块不错的触控屏，加上佳能直出的色彩也很优秀，那这能一定程度上保证我们在学习摄影的初期有一个比较好的正反馈，我们也就更有信心的去不断的钻研下去。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对你有所帮助，记得点个关注。我是红叔，下次见，拜拜。